欢迎收看我的新系列节目圆桌会。在这个系列里，我会动用自己小小的人脉，邀请一些业界的大佬来聊一些大家会感兴趣的技术话题。第一期的嘉宾就是中国开源界的 T0级大佬朱彬彬。彬彬现就职于腾讯云，他是前 Redis 成员 Wildkey 的创始成员和现任核心。在本期节目里，我们会聊到 Redis 和 Wildkey 的分家内幕、国际级开源项目的日常八卦、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在开源领域的现状，当然还有彬彬是怎么样一步步成为开源大佬的经验分享。这里他给了很多很实用的建议。如果你对参与开源项目感兴趣，那就请务必认真听了。那么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开始。Redis 从开源改成闭源这件事情是你们完全不知情的吗？都是 Redis 公司自作主张做的决定吗？对，这个确实是 Redis 公司直接做的决定。那其实他们当时做决策的时候，其实只是比如说像邮件通知一下 team 的成员，懂我意思吧？他其实就是 for your information 那种感觉，他只是周知一下你。其实对其他人都是比较突如其来的，说实话，就这么感觉。那我就很好奇了，理论上当时的 Redis 还是一个开源项目，那它怎么能够在开源的框架下绕开开源社区一个公司去做所有的决定的呢？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其实就是 Redis 公司它本身拥有 Redis 这个的商标还有知识产权所有的权利嘛。作者 Antirun 应该18年就转让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本身在法律上他们是完全能做这个事的。因为 Redis 本身也是 BSD3这种协议嘛，既然他们有这个权利，其实很容易去修改这么一件事。第二点，当时的 Redis 的社区治理方式就5个 core team 嘛，3个是 Redis 公司的，这其实占了绝大多数票嘛。另外的话，其实他们也没有进行过社区投票之类的东西，因为当时其实 Redis 公司他们其实刚换 CEO，应该是换了个新的 CEO，新的 CEO 进来1年，然后就操刀把这个协议给改掉，就类似这样子。那么来到 Wildkey 这边，3月20号 Redis 改成闭源，3月28号 Wildkey 项目就成立了，而且还是在 Linux 基金会下面成立，这个速度有点太快了吧？确实比较快，说实话，我觉得快其实有2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就是原本那批人其实在 Redis 社区都比较熟了嘛，包括我跟 Madeline 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员其实都比较熟。第二点也就是 Madeline 他本身从事这方面的开源工作，他其实也弄得比较久嘛，他在 Redis Core Team 应该也干过4年嘛。他其实在 Open Source 领域其实也有一些人脉之类的，所以他跟那些 Linux Foundation 啊、Apache Foundation 这些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朋友嘛。其实包括他当时协议刚改的时候，他应该是最生气的那一个人，因为我们有个通讯工具嘛，叫 Slack， 那 Slack 上的其实他当时后面都搞这个小火花那种爆炸 emoji 那个表情在上面，表示他的愤怒这种感觉。确实这个东西在当时确实挺快的，就也超出我的预期。其实我想过确实会弄一个新的，但是我没想到它其实那么快就能进到就是 Linux Foundation 这里。Wildkey 项目不只是成立的快，它这个大厂的背书也背得特别快。在一开始，国外国内的大厂就基本上都已经站队了。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反正当时他第一个官宣的时候，我们可能当时还没站好队，因为当时我们其实内部团队其实也在思考，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个商业化产品嘛，在云上其实也会去卖云服务嘛，所以它这些事情其实也不一定说会很快的去判断出来到底要怎么走。所以在中间过程中，其实 Madeline 他其实一直有在问到底要我们嘛，就问腾讯到底要怎么去做，或者问我之类的。但后面就是1周之后，其实我们团队确定好之后，确实要走 Wildkey 之后，其实我们就已经站队到 Wildkey 了，包括后面像 Core Team 的席位，其实就第一批的 Core Team 席位其实都在那个时候定下来了。那个时候是选择了两头下注吗？当时其实做好决定，已经就走 Wildkey 了。那几天之后做好决策之后，这么坚决啊？那我还以为肯定会两头下注呢，因为你们是一个新的项目，而你的对手是一个世界上最主流的 KVS。一个原因其实可能就许可证的原因，许可证的原因就注定了我们其实如果说不去谈合作之类的话，其实我们是没办法继续做 Redis 的托管服务嘛。这点。第二点呢，因为当时其实和其他厂商的朋友大家都比较熟，我们其实私下也一直在讨论这个事嘛。所以其实对于这么一个社区，其实因为原本的开发团队基本都在，大家背景都是很多云厂商的背景嘛。那云厂商其实背后的话，其实大家团队其实力量也是很大的，其实就不单单会比 Redis 差嘛，就有这么个感觉。那我就搞不懂了，Redis 公司都没考虑过这种后果吗？你们这些人又不是独立开发者，每个人都是有大厂背景的。这个是 Google 的，这个是 AWS 的，这个是 Oracle 的，这个是华为的，这个是阿里的，你是腾讯的。他怎么会觉得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改成闭源，我要把这些云服务商都踢掉？但是呢，这些云服务商的员工还会继续的为我免费的做这个开源的开发。他是在想什么呀？也不是，我觉得是他们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他们也做好了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的准备，所以他们其实在当时，你说他们不在意社区的话，其实事后表现来说，他们其实也是在意社区的，但是最终决策做出来的话，还是有这么一个影响嘛。那这之后还有一个节点，就是24年的年底，Redis 的创始人 Salvatore 回到了 Redis 公司，等于说是重新出山了。然后他们很快就把 license 重新改回来了开源。那这之后他有找你们说请你们回归之类的吗？
实际上应该是没有的。我记得有一次互动，他其实就是过来 Wellkey 这边说要把 Wellkey，因为 Wellkey 源代码里面不是很多源代码的那些商标归属权是属于 Ceritary 的嘛？他其实当时就是说让我们把 Wellkey 里面这些就是 IP 相关的东西都转到 Redis 那边去，就改成 Redis Lab 嘛，或者 Redis 公司。他其实只做了这个东西。你要说他有过来找我们去说讨论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没感觉出来他们对开源社区有多重视啊？我觉得可能体现出来的话，可能是后面他们又重新 open source 了吧。就如果说他们就觉得社区确实是不重要的或者干嘛的话，他们可能也不会说再把 license 改回来，或者说去继续维护那去版 open source 这个项目嘛。但他确实是没有再找你们请求你们去回归。确实没有，因为他后面其实我觉得也已经过了挺久了，就有种话是什么 "what is done is done" 那种感觉。那现在的 Redis 应该也重新组建了那个开源的核心团队吧？你有跟他们接触过吗？有，其实你说开发团队这边，其实我觉得两边开发团队其实都很友好的，因为大家之前相互工作一段时间。目前 Redis 的 core team 的话，其实是一批新的人，其实就都是他们内部的一些员工。啊，全部都是 Redis 公司的人吗？就没有外部人士了吗？那他重新开源不是开了个寂寞？其实 Redis 它虽然重新开源了，但是它之前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它第一就废弃了之前社区治理的这个模式嘛，现在整个 core team 其实都是 Redis 的人。第二，他们应该还有 CLA 是一个你提交代码的时候会去一个条款嘛，然后那个条款上面会说你提交的所有 commit 其实都是归属于 Redis 公司的，类似这样子的。哎，那这都已经重新开源了，为什么还有这么一个条款在这里啊？比如说他之后想重新闭源，他其实可以直接去闭源掉，不需要去跟你这种原作者去讨论或者干嘛之类的，他可以直接去做，有一个合法的一个正当理由。你这个 CLA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Redis 一闭源之后应该就有了，我记得他们当时应该就直接搞了一个 CLA 的一个东西了。然后现在重新开源了，这个 CLA 也没有取消，那我感觉它这个就是一个纯粹的 PR 行为了，这个开源。是的，其实他们也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保证来向大家承诺说以后不会出现，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因为 CLA 这个东西决定了它，即使它现在是开源的，它其实将来也是完全可以根据 CLA 的条款把它重新闭源回去的。其实之前也存在过不少这种开源项目，因为控制了公司跟社区有一个矛盾，所以导致分裂的情况。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14年 Node.js 的分裂，而且他们的状况跟 Redis 还真的有点像的，因为都是这个创始人加入了一个公司，然后把 IP 什么的都卖给了这个公司，自己就退休了。然后这个公司就是因为自己的业务需求和社区的路线不一样，就这个开源社区就会分裂出来。所以当时他们分裂出来是 IOJS，只不过这个分裂就持续了半年而已，他们就最后还是合并了。所以回到你们的话，你们觉得你们跟 Redis 还有合并的可能性吗？我觉得如果说两边有意向的话，确实是可以谈的。但是我觉得对 Redis 公司来说，他如果说我之前其实跟 Madeline 也聊过这件事嘛，我们在讨论说有没有就什么情况发生的话，我们有可能会愿意合并回去。就比如说 Redis 他们那边也愿意把社区合并的话，那其实还是和之前面谈到的信任问题有关。其实你没有判断 Redis 它之后会不会去修改这么东西。所以最主要的话，如果说社区想要合并的话，我们就一定是需要 Redis 这个项目，它首先第一点肯定要改回去就是 BSD3这种协议嘛。第二点的话，其实就可能说你需要说去把它这个商标啊干嘛直接转移到一个比较中立的基金会去做这么个事，就比如说链子基金会或者阿帕奇基金会那样子。其实还需要去移掉他们那些 CLA 的一些限制，最后其实可能还需要他们去承诺一些他们的决策权不能说占绝大多数，就类似需要有做这么一些事。但我觉得这些事其实就 Redis 公司他肯定是不会愿意去做的。其实你要说一个决策做的对还不对，其实要看对双方的背景嘛。那其实对 Redis 公司来说，他们其实可能因为商业化的一些压力啊，产品的一些策略调整啊，他们可能确实需要做这种事。他看到了 MongoDB 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啊，因为 Mongo 其实也改过许可证嘛，他们改了之后，他们股价之类的有很大的一些提升嘛。那可能觉得站在 Redis 的角度，他们其实是想看到类似这些事情的发生。诶，但是据我了解，蒙沟他们基本上都是内部开发了吧，没有怎么外部的参与。Mongo 和 Redis 确实不一样，他们会吸纳少部分的外部贡献者的一些 patch，但是只是少部分。所以蒙沟对他们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感觉这个企业的领导层不是很聪明。我觉得就从一个市场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制造了一个竞争者跟你分蛋糕的，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不好的结果了。就除非说大家可以一起把这个 KVS 这个市场做到翻倍，那我们 KVS 市场本来就只有这么大，那你为什么要制造一个竞争对手？我们看很多其他的行业，就是最后只剩下两三家的时候，只要政府没有反垄断，大家的想法都是合并，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可以统一市场，就不会说两边竞争，竞争就会消耗，消耗就会有受伤，对吧？那我先劝一下，合并的话是不存在什么技术路线的问题，是吧？我觉得不存在，虽然现在两边产品分叉出来有点多嘛，因为过了确实也差不多过2年。对技术角度上，其实你要合并，其实也是可以合并的，技术上是没有难度的。我觉得难度的其实还是策略啊，还有商业这些两边对方的态度这个问题嘛。
那假如我来牵头把 Salvatore 和 Madeline 拉到一起坐下来谈，你觉得能谈得成功吗？我觉得如果确实两边都有意愿去的，其实也是可以的，但还是最主要决策权，我觉得还是在 Redis 那边。好吧，那这个问题就留给 Redis 他们了。那聊完八卦，我们来聊一聊技术吧。有一点我是挺好奇的，就是你像 Walkie 这种纯粹的开源系统，那些云服务商他们要怎么样去竞争呢？就是纯粹是比谁的价格更低吗？我觉得最主要就在市场上，如果想竞争的话，可能最主要还是像你本身这个产品上面的工艺就功能差异化。就比如说怎么理解呢？因为像目前的话，我们在 Walkie 的架构上，其实我们前面挂了一个 POSIX 嘛，挂了个代理。像社区版它本身就没有代理这个东西嘛。那其实我们挂了代理之后，其实能做很多原本在内核做不了的事情。有这种差异化的存在，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大家都藏着，就都没有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放到 Walkie 这个开源项目里面去？我觉得初期可能会有长一点，但是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往外面 open 的，因为你其实看到 Rocky 最近的一些大的功能，其实都是各个厂商内部已经跑了很久的一些功能就贡献出去嘛。因为像现在 POSIX，因为之前也有别的一些 core team 成员，他们是想推这个 POSIX 到社区嘛，就说有在讨论说社区是不是需要一个 Rocky POSIX 类似的组件。那其实遇到阻力都会比较大嘛，因为每个厂都有自己的 POSIX，其实很难去把自己的 POSIX 往外去推。最主要的东西就是想说把自己的东西变成一个标准嘛。但是你自己东西变成一个标准的东西，它需要达成很多共识，每个人想法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大家怎么去描述这件事呢？我觉得其实也不太好说，说实话。那我来帮你总结吧，实际上就是大家都想让自己的标准成为最终的标准，但是没有人肯让步，那就干脆就不要标准了，是这样吧？说到功能这点，我在去年发布的这个 Walkie 9.0上面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 Hash Fill Expiration 这个功能是2年前 Redis 发布过的功能。所以，那么这些 Redis 发的功能，我们有哪些要拿过来复刻一遍？这种决策是怎么样是决定的呢？这个需求其实在以前 Redis 内部就有了，这不是说在内部，在 Redis 社区就有了。哎，对，我就特别想要这个功能，要不然的话，你整个 Hash 就是一坨东西，就很难用，好吧？对，其实所以当时在 Redis 社区内部，其实很多用户都希望有这么个功能嘛。所以其实，在后面就分叉出来之后，Redis 做的第一个大功能应该就是这一个，我记得在7.4版本就把这个加进去了。他们其实想把这功能作为类似分叉之后的第一个大功能，类似这么个东西。哎，他们怎么一分叉就开始发这种大家期待已久的功能啊？这什么意思啊？可能还是想搞差异化之类的东西吧。其实确实也挺那个的，他们之前都其实一直有在一些功能一直没往里面做嘛，但是分叉之后又在往里面做，所以其实这里面确实也挺那个的。那就是恶心人，好吧？我来帮你描述了。那么这个东西，你们当初决定要复刻过来的话，是可以直接把代码复制过来吗？还是因为已经分叉了，所以不兼容了，要重新写？然后你们写的话，你们需要考虑到跟他们那边的兼容吗？就会考虑 API 层面的兼容，比如说命令呢，那些命令的名字啊、参数这个东西会去考虑做 API 上的兼容，因为 API 上的兼容能利好那些从 Redis 迁移过来的人嘛，或者比如说客户端嘛。当然这只是 API 上的兼容，你说代码上的话，其实是确实不兼容的，因为分叉其实确实比较多。其实代码上，包括其实像 AWS 他们的人，其实他们的法务同学之类的，反正应该跟他们很明显就是说，就让他们不要去看 Redis 的代码，就有这么一个限制之类的。他们其实不会去看你的实现或干嘛，其实只会去看他们的文档，去看他们这个 API 是怎么设计的，在 API 的层面上去做兼容。那这种算不算是看图写作文呢？就是我们知道它有这个新功能，它这个 API 长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去把它实现出来。这个东西应该本身我们也是想做的，包括之前分叉出来之后，其实在8.0其实没有做，是因为8.0的时候人力啊，包括东西其实都在别的地方嘛，确实可能需要点时间，所以其实最终可能才变到9.0才出来嘛。其实发了就好，总比像 Redis 那样就故意压着这个功能不发好得多了，对吧？当然，我们现在其实在 WebKit 它其实不会说特意的去阻塞某些人去做一些功能嘛，因为现在跟之前 Redis 可能不太一样，就现在整个 WebKit 其实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 open 的，我会说去认真评估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对大家好，就对社区好，其实更多会站在社区这么角度。这里感觉是有点矛盾的吧？因为前面不是说了那个 proxy 的事情嘛，那个你像 proxy 这种好东西，你最后也是没通过啊。因为之前 POSIX 的讨论的话，我记得应该是的同学想去加嘛，但是最终的决策权其实还是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想做，其实讨论的其实会比较消极，或者说干嘛，所以是核心团队里面有人投了反对票，是吧？应该是。但具体讨论我其实忘记了，我其实没怎么参与，因为当时可能我在忙别的之类的。那这样子也没有完全摆脱掉当初 Redis 那种企业的利益影响到开发路线的这种结果呀。那我看现在 Walkie 的这个技术委员会 TSC 的这种结构是设计了一个投票要超过2/3才能够做决定这么一个纲领，这就是为了避免 Redis 那种企业影响到决策的这种结果，是吧？对的话，权限大家尽量的平均呢，不会出现这种被某一个厂商或者某一个实体去控制这种绝大多数这种决策权嘛。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它不一定需要一个厂商去控制啊，它只要两个，那他们的利益关系是一致的，他们也可以控制了。比如说现在 TSC 里面有9个人，AWS 就已经3个了，虽然说它不能够超过3个，
但是只要你有2个公司有3个，那3+3等于6，那已经完全控制了吧？这不也是一个存在的风险吗？从现实情况出发的话，确实是可能存在这个风险的。因为现在最早的话，像那个 TSC member 其实是6个嘛，当时的6个有长廊背景的，包括是社区最活跃的一些公益人组成嘛。我觉得最主要促进这个事发生的话，可能是之前谷歌它其实有个 coding 成员，他们去年年底离职了嘛，他去加到了 Oracle 嘛，加到甲骨文公司。那他其实在之前，我觉得他在走之前，他站在他们团队的角度啊，他其实还是希望说在社区能留下 GCP 的一个成员嘛，希望说把另外一个 GCP 的成员给加回来嘛。那发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像 AWS 其实也会开始发起嘛，因为他说如果你们那边要加一个人，那其实我们这边也要加一个人。所以后面就聊着，其实大家都觉得大家一致认可，大家都 OK。并且我们在为了防止像刚刚那种情况出现的，其实我们又去修改社区治理的模式，我们又再次在上面去强调成员啊或者公司的席位啊数量不能超过怎么样，又再次做正事。但像你刚刚说，如果2个公司联合起来或者3个公司联合起来的话，那这种情况没法避免。这里就有一个我特别想讨论的话题，就是我们中国的技术人和中国的企业，好像在整个国际上的社区开源社区这里面，相对来说这个发言的机会是比较少的。我感觉 Valky 是不是已经是中国的发言权是比较高的一个地方了？我不太知道其他项目啊，但是 Balky 这边确实也还好感觉，但是我感觉跟国情也有关嘛。我们国内很多开发者其实大家其实都虽然说很喜欢开源，但是其实参与开源的频率啊、质量其实都相对会比较少嘛，因为大家其实国内工作可能家庭类东西时间分配会比较忙之类的。就是我们参考一下国外的做法，你像 AWS、Google、Microsoft，他们都会养很多的人去专门去做开源。那这里就不存在什么工作和这个开源的这个冲突了，因为你的工作就是开源，开源就是你的工作。开源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要去做一个完全免费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铺路的一种行为。那你铺完路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收过路费的。这么一种长期的眼光的事情，我们的企业是不是感觉就是没有形成这么一种眼光？这个问题其实比较难答，说实话，我觉得跟团队的，就是跟你领导力的之类的，他们喜不喜欢开源，或者说以前有没有搞过开源，或者说对开源的看法，这些都有关。因为我想的是，大家都是云服务商，你说云服务这个东西本质上的商业模式都是一致的。那老外都已经给你们跑通了这个模式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考虑直接抄一下答案呢？我不知道别的团队啊，反正我们团队确实这方面其实投入也在慢慢变淡嘛。你看，包括我工作上，其实我也会有比较多的时间投入到开源上嘛。有时候在团队内部就工作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其实像我 leader 还有老板，其实都是鼓励我说去往社区投入一些精力嘛，去做一些这种事情。当然，现在的话，你要说对比 AWS 那种投入的话，确实也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其实有在那个的，有在慢慢加大投入的。其实我最近刚遇到一件事情，就非常切合这个开源的战略意义这么一个话题。就最近有一个粉丝在找我帮忙，他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教授，就他们会用到的一个科研的设备，一个系统嘛，或者是一套标准。这套东西是美国一个大学开发的。这个美国大学做了这套东西之后呢，他免费给大家用，就他不收钱啊，全世界的学校他想要用申请，他就可以拿过去用。这就造成了就是全世界都在用这套东西，那它就变成了一个全世界公认的标准。那我觉得这其实真的就是老美特别擅长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前期他会不求经济回报，他就会尽量的更多的人去参与去使用，对它形成依赖，然后让它形成一个国际标准。那结果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所有的中国的学校的申请都被拒绝了，就是这个美国的大学直接把中国踢出去的这个授权，他要掐你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开源，它只是免费的给你用。所以这个粉丝就是来找我，就希望我带一个团队去开发一个开源版本的这个系统，去对标对方，或者说兼容它，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成为一个中国的学校都可以用的一个系统，我们成为一个标准，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他们那边卡脖子。我觉得这种战略上的意义，就是在如今的这种大环境下，也不是什么空谈了，这是真的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就应该去考虑一下这方面的因素，而不是单纯的就想着说这个项目它能够赚多少钱，它能够产生多少利润，它是一个大的方向。你能够参与的、涉及的这种开源东西越多，你在这个市场上的蛋糕越大，你就越可以避免去用别人闭源的东西，要不然哪天他一掐你，你就没了。所以我觉得未来所有的应用软件，其实要保证长久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就是它里面依赖到的一些核心组件是必须开源的，或者说是那种长廊中立的。它其实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路线。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学校那个项目，当然它本身因为它是闭源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确实可能也不好去弄那个或者制定标准，但是它确实是一个经验教训吧。那我问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开源和不开源的这个工作的占比分别是多少？这跟忙不忙有关，说实话，想想大概的话，我可能早上来的时候，整个早上的时间可能会放到开源上，因为你也知道，就像 GitHub 或者像 Slack，其实我们和外国贡献者其实都时都有时差，差问题的。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这边是晚上，他们那是白天，所以很多时候消息是异步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时间比例的话，每天大概可能可以投入到社区有2、3个小时，就不忙的时候可能可以投入到2、3个小时。
那这个就完全取决于你这个公司里面的工作内容了咯。我本来以为是什么5-5分这种，那如果你这个工作很忙的话，是不是有可能1个月都碰不到 Webkit 的代码？因为我们团队其实人也还比较多，其实有其他人在帮忙，就分摊压力，所以我这边投到社区的时间，我自觉得还是比较多的，就不会说出现这种说连续1个月都会特别忙。那会不会有一个情况是这个人一直缺席很多重要的场合，我们下次会议就决定把他给踢掉了？好像有，我忘记那时间是多少了，是半年还是多久？那我觉得如果我是腾讯的领导的话，我至少应该保你这个席位，对吧？保你这个发言权，所以我应该多给你一点时间在这个 Webkit 的项目的这个参与里面去才对吧？但其实你社区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说你投入那么多时间到社区，就一定在社区有事情做。很多时候，其实你参与社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处理别人的消息啊，包括那些东西，它其实是不太需要一个很连续长的时间。如果你不是沉浸在编码阶段的话，或者说在处理问题的话，其实它其实需要你的时间是可能会比较零散的。所以你们是没有一个什么很严谨的 To Do List 在这里等着大家是吧？是的，因为大家我觉得大家不像工作嘛，工作其实会有一些时间限制啊、deadline 之类的。那其实社区确实大家都知道大家很忙，所以大家处理事情的话，其实都会不着急或干嘛，就压力其实不会说很大。其实大家都是非常 open 啊，或者说自由的去做这件事。那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你的个人故事吧，就是你第一个参与的开源项目是哪个？因为我可能以前搞过一些小的，但是不太确定了。因为我最开始我是写业务代码的，我是在在线教育的一个行业，在写一些 Python 相关的业务代码。所以对 Python 相关的话，其实我可能以前有提过一点点，但是不是很系统。那你要说系统的参与的话，那确实第一个就是 Redis 项目，大概是在21年3月份还是4月份开始的吧。那我当时开始参与 Redis，当时其实也不是说很厉害，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会从一个新手慢慢过渡嘛。所以其实我也是说去看看文档啊，去修文档啊，包括学测试用例啊，它有这么个慢慢熟悉的过程吧。所以我应该在21年3、4月份开始去给 Redis 提交第一个 PR。那9月份的时候，可能就慢慢的和 Redis 的一些贡献者、核心贡献者就比较熟悉，再到后面呢，可能说正式的加到 Redis 这么一个开源组织嘛，就给他组织上开始说承担更多的一些工作。那你上来就选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是什么个契机啊？是因为你对 KVS 很感兴趣啊，还是说我就是要挑战一个大的东西？其实还是从工作出发吧，因为我当时也做业务开发的话，我其实本身用到 MySQL 啊、Nginx 啊、Kafka、Redis，其实很多组件都会用到嘛。我觉得说单单会用其实还不够，我觉得说我需要找到一个组件，说能去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去学习嘛。那其实 Redis 可能在这个组件里面，它可能是相对比较简单，或者说对业务来说联系比较紧密嘛。因为你其实做业务开发，其实 Redis 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业务开发都会去用到和学习到的一个东西。那我说就从 Redis 开始入手嘛。那其实 MySQL 其实我当时也有想法去弄的，只是说后面慢慢重心到 Redis 了。那你是准备到什么时候才发的第一个 PR？我第一个 PR 我记得应该是个文档型的 PR，就比如说修一下文档之类的东西。后面呢，我有一些 PR，其实我初期的 PR 可能是跟 bug fix 有关的，就修一些小 bug。那到后期的话，其实和那些其他的贡献者比较熟的时候，那些贡献者其实会给你分配一些任务。就比如说我当时和一个 Race 的一个 core team 成员比较熟，他其实当时比较忙的时候，他其实会让我帮忙去看一些测试用例的一些失败的情况。那我记得其实最早看的是一个主从复制相关的一些测试用例。测试用例其实因为 Redis 它本身在分布式架构下，它确实会有一些时序相关的一些 timing issue 之类的，或者说一些竞争条件。那其实当时通过测试用例的话，确实去学习到了非常多知识，包括修这些测试用例，其实对 Redis 会越来越熟悉。可以说这是你的策略吗？就是先混个脸熟。你要说策略其实也算吧，这取决于你其实对那个东西的熟悉程度。那其实如果说你本身就特别熟悉的话，你确实可以说直接去从一些功能出发点去切入嘛。那你最一开始修那些 bug 都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发现的吗？还是说你是去那些没有人解决的 issue 列表里面去找来修的？工作日常中其实你发现不了 bug，因为那种是比较热的路径，其实都不会有问题的。那我发现的，其实我觉得两部分都有吧，从 issue 里面去看啊，包括从源码里面去看，其实都有。你要说我其实开始做贡献的时候是一开始就来嘛，其实也不是。那在之前我其实已经就很多书籍之类的一些文档，其实我已经看过了很多，包括用法，其实都有过很多积累了，也不是说一上来就看源码之类的，就类似这样子。通过这个东西可以触及很多东西嘛，比如说你说数据结构、网络通信、补充啊、集群啊，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又挺全的，就很多东西知识你确实能从这里面学习到。所以就是深度的价值大于广度，对吧？就不需要说要参与很多很多个项目，只要你有一个项目，你参与到足够深，你对它的理解足够深，你从中获得的知识也是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的，是这样理解吧？在这里面，其实深度确实是更重要一点的，我觉得，因为当你深度够的话，其实你的广度其实很容易可以扩展的。我有很多很年轻的粉丝，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积累的太少了，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开源项目可以参与一下，就丰富一下自己的简历？你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途径吗？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好的途径，说实话。反正第一点，我觉得你如果想参与开源项目，还是先开源项目和你的未来的工作是相关的，这方面一方面能反哺你嘛。第二点的话，用它填充这个简历的话，确实也是个好的途径。因为现在对企业的话，现在很多团队其实都会比较喜欢说那种能够去主动参与开源啊，并且在开源有一些产出的一些同学，其实都会比较受欢迎。因为你本身参与开源的话，它需要有一些基础实力嘛，就包括你可能说需要你要怎么去和别人去沟通，怎么去在开源社区去做一些团队协作。因为现在参与开源，我觉得对很多新手来说，也可能提一个东西没人去理你，我觉得这对于新手来说是打击比较大的。但我觉得这东西也不能怪人家那些 maintainer 就不关心你，因为很多 maintainer 确实也都比较忙。如果说你的问题啊，包括你的一些改动啊，是没什么必要的，其实他们真的是不太会想去花时间去投入在这里。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基础的话，你们不要尝试的去修复一些没有问题的代码，或者说不要尝试去优化一些没有问题的代码。但是很多新手其实会有这种感觉，就看着你这个代码，觉得说不应该这样写啊，这个 for 循环应该怎么写会更好啊，他会有自己这种想法，所以他就会去写。那我觉得初期其实我们可以避免类似这种想法，因为对于 maintainer 来说，它确实是一个负担。首先还是得看你这个 PR 有没有价值。那如果有价值的前提下，你其实可能写的一些不太好的代码，其实也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其实像一些 maintainer 他意识到你这个 PR 是有价值的，是可以合进去的，他其实会开始去指导你去写代码。所以这也算是一个策略吗？就是找到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就算你不知道怎么解决它，你能够找到这个问题，把它发出去，那大佬也会过来指导你，就是手把手教你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对，我觉得确实第一点的话，你要想办法把对方的兴趣给吸引起来。我觉得这确实是会比较重要，说实话。其实很多 maintainer 其实本身做开源的话，其实都是就会乐于助人，也不是说乐于助人嘛，大家其实都会比较友好的。其实相对来说，我不知道我的路径能不能复制啊，但是它确实可能是一个经验嘛。肯定首先最好，我觉得最好还是先是一个使用者。可能很多人初期或者前期他可能确实找不到发力点，我觉得这很正常。我觉得可能还是积累的问题吧。我觉得还是开源跟工作其实可以相辅相成的去做。当然，你如果能和工作结合，肯定是最好的。因为其实很多人一开始看源码，其实是没办法去做贡献的，这东西确实是很残酷的一个东西。你确实需要对这个本身有一个熟悉度之后，你才能好的去参与。那么刚才提到的书本、文档和代码这三者的阅读顺序，你有什么建议？我会建议先看书，当然现在书籍有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比较老，有些东西会比较老，但我觉得老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就也可以先看。反正我觉得第一点还是先看书，第二点其实就是看文档。文档其实很枯燥，当然这个文档跟源码这部分，我觉得可以结合起来的，因为你可以通过文档去了解到这个东西的概念之后，你可以去参照着源码去看它这个概念到底怎么实现的。我觉得这个顺序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有点标题党的视频，就叫做"不要读代码，读代码没有意义"。当然，我并不是说代码一点意义都没有，只是说很多人他会误以为是你要了解一个东西，了解一个项目，你上来第一件事情就应该读代码。所以就很多粉丝就会找我问我要推荐一些 GitHub 项目给他们，他们想要去读一下里面的代码。但是如果你连一个宏观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很难理解你打开哪个文件你都不知道，对吧？其实这方面我比较同意袁哲仁老师的，很多人其实可能一来扎根代码确实不太好，因为很多东西确实看不懂。包括我现在如果说我想去学习另外一个组件，你让我直接打开它的源码，我其实也无从下手，因为你不知道入口函数啊或者很多东西你其实不知道，你确实没办法做。数级的话，我觉得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东西还是说你如果工作中能用到的，那肯定是最好的一点。就你尝试先学习怎么把这个东西给用好，或者说把它的应用场景全部给掌握。当然，如果说你确实没使用场景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尝试去自己创造一些使用场景。你对这方面比较成熟之后，你可以尝试去看一些原理相关的书，比如说你看 Redis，或者说你本身对算法、数据结构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其实可能说我会想知道 Redis 里面它这个字典啊、这种哈希表啊、这种有序集合啊，它怎么实现的？因为你原本已经对这些命令很熟悉了，你会发现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实现这些命令，并且实现的非常高效，它并且省性能，就是内存也省。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比较消极啊，或者说被打击的，其实都是一开始扎进去之后，发现进去之后啥都不懂，啥都看不出来，就说算了，我不适合看，我看不下去。我觉得还是先找到一个点，这个你感兴趣的点，我不会说一定在最上层说把所有东西都搞得大而懂之类再去。那你现在已经把 Redis 所有代码都看完了吗？我可能只有 module 相关的，还有那个流啊、string，还有 var 相关，可能只有这几个地方的没有全部看完吧。但我能说其他的所有东西我应该都看完。第一步入手的话，我应该是从数据结构入手的，会开始从字符串啊，到慢慢的跳表啊，它有序集合啊，字典会慢慢开始看。但是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些数据结构的实现，责任第一点就跟你以前从算法书里面看到一些东西就具象化了。以前可能从一些数据上确实学到这个数据结构很好，它大概怎么样实现的，但是你可能原本以前没有写过类似的代码，或者说没有看过完整的实现，
那现在突然就看到一个完整的实现，你说哦，原来以前教科书上说的那些数据结构，它确实是可以用代码写出来的，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正反馈。数据结构看完之后，其实后面下一步我应该看的是命令嘛。举个例子，像那个游戏几何，那 JSet 的话，它其实在 Redis 里面，它底层用到2个数据结构，一个是跳表，一个是哈希表。它又想要快，又想要有范围查询，好像确实结合2个数据结构，确实能做成这个事。你从这个命令开始慢慢着手的话，其实又可以慢慢去把整个链路串起来了。确实时间周期可能需要拉的比较长，说实话。因为我当时搞 Redis，我确实也经历过一段时间，不知道我要去看哪方面的内容，或者说不知道怎么继续深入。反正就慢慢的一点点去看吧，慢慢扩大这个圆圈这范围，类似这样子。所以就是不能急是吧？就不能够想着一天吃成一个胖子。当然，可能有些特别聪明的人，可能确实有方法吧。那种天才就不需要咨询我们的意见了。好了，以上就是第1期圆桌会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第2期的嘉宾现在还没有定，有一个候选是 JetBrains 的老总，不过对方的时间有点难安排，所以不一定能成功。如果你有这边想要有去采访的，或者是一个好的建议，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给我一点灵感，谢谢。我们下一期圆桌会再见。